尼泊尔，一个位于南亚大陆上的神秘国度，它的四周被高山所环绕，国境内拥有着世界第一高山喜马拉雅山脉里的圣母峰。这样独特的地貌为这片土地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这次呢，吉米将为各位带来一系列的尼泊尔冒险影片。如果你也想要深度认识这个国家的话嘛呢，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。那提到尼泊尔呢，当然绕不开它的首都加德满都啦。关于它的起源呢，有一个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。你可曾想过，加德满都谷地的土地呢，原本是一片浩瀚的湖泊。这片湖水呢，名为纳加湖，即是过去我们曾有介绍过的蛇王或说蛇神的湖。而这个湖心里面呢，漂浮着一朵耀眼的金色莲花，这样的光芒呢，直透9层天，引来了众神的瞩目。那便是佛的智慧之光。传说中呢，一位来自东方的菩萨文殊菩萨呢，被这个金光呢所吸引，他乘着狮子远渡重山，踏入此地。当他站在湖畔旁边的山丘时呢，远眺那座冒着金光的神圣莲花时呢，心中所想，这将是未来佛法盛行之地。于是呢，他举起了手中那柄燃烧着智慧之火的剑，随即划开了南方的山脉，开凿出了乔巴尔峡谷。瞬间呢，湖水如万马奔腾，倾涌而下，折润了大地。而这也是如今加德满都谷地的由来。而那朵莲花呢，随着水位的缓缓下降，最终呢幻化为了今天的斯瓦扬布佛塔，以及自身之佛。那在这样充满神话的背景之下呢，这座佛塔呢，成为了来到加德满都旅行的每一个游客的必经之点。事实上呢，这个佛塔呢，应该是建于西元5世纪，也是尼泊尔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王朝——理查韦王朝。当我们登上前往斯瓦扬布的时间呢，每一步呢，其实都像是踏在时光之河上。总共有365个阶梯，其实也象征了一年有365天。迎接着我们的呢，并不单纯是在终点的这个寺庙，而呢还有一群毛茸茸的猴子。那这群猴子呢，被辨认为是文殊菩萨过去随从或是他身上狮子所幻化而成的。那也被认为呢是这个地方的守护灵，也就因此呢，让这个佛塔呢有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名字，叫做猴庙。那当我们气喘喘的登顶的时候呢，赫然就会发现眼前呢有一座金光耀眼的佛塔。那这个白色的塔身呢，象征着纯洁。那顶部呢有13层，像是这个金色阶梯通往解脱之道的一个建筑特色。那最具特色的地方呢，其实是佛塔四面呢都有它的眼睛。那这个呢就是佛眼，也被认为是智慧之眼。那中间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呢，就是有点像鼻子的这个弯曲的符号，像1的这个符号呢，其实它是尼泊尔的数字1，那它象征的是宇宙的唯一性。那推荐大家呢，如果说大家时间允许的话嘛呢，天气也够好的话，可以呢选择傍晚的时候来到这边，然后呢一面欣赏着夕阳，然后一面呢欣赏着这个城市的景象，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。那在偌大的这个佛教建筑一旁呢，其实还有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起眼的印度教建筑，它是哈拉蒂女神庙。那这个哈拉蒂女神呢，其实是在加德满都备受崇敬的一个女神，那也是当地人们口中的阿基玛，也就是主母神的意思。那关于这个女神的背后呢，其实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故事哦。哈拉蒂的前世呢，被认为是一个夜叉女神，然后来自于罗刹族，那天性呢相当凶猛，曾经呢
是以夺走孩童的性命为乐的。那这也令村民呢感到闻风丧胆。直到有一天呢，佛陀亲临到这个斯瓦扬布的地方的时候呢，村民呢听闻呢便跑来询问佛陀应该如何是好呢？佛陀呢则是建议村民带哈拉蒂离开森林之时呢，前往到他森林里面的家，把他唯一钟爱的孩子呢先带走，并且帮他好好的藏起来。随后呢，佛陀自有安排。当女神回到家，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的时候呢，相当的焦躁不安。她听闻佛陀有大智慧，于是呢便前来寻找佛陀，希望佛陀能够告诉他孩子的下落。佛陀这时呢便让他明白了失去自己子女的那个感受，于是呢跟他达成共识，若未来哈拉蒂能够停止他的恶行的话嘛，佛陀呢并将守护他唯一的儿子呢安全健康的长大。那最后呢，女神同意了佛陀的这个要求，并且从此不再作恶，反而呢转化呢成为了儿童的守护神。当他决定自死的时候呢，回到森林，发现呢村民也偷偷的将女神的孩子呢安全的送回到家了。从此之后呢，每逢节庆的时候呢，无数的母亲呢就会来到哈拉蒂庙，为他们的孩子呢点灯祈福。那在这样具有特色的故事背后呢，其实也可以发现哦，在这片土地上呢，神的故事和佛的故事呢，其实是不相冲突的，反而是可以相互交织于更多有趣的神话传说。当我们离开猴庙呢，顺着古道前行的时候呢，便会来到另外一个尼泊尔的记忆之所，也就是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。这座博物馆呢，当初兴建的时候呢，其实并非目的是要作为博物馆，而是当时的拉纳王朝的权臣呢，在19世纪初所建立的一个军械库。那直到了1938年的时候呢，才正式成为了对外开放的博物馆。那它展示的是这片土地非常丰富的历史跟文化，里面呢分成3大展区，包含了历史馆、佛教艺术馆跟印度教历史馆，仿佛呢就像3个通道一样呢，通向了整个在尼泊尔过去历史上面的3段重要的历史。那另外呢，在博物馆的对面呢，还有一个是军事博物馆。那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嘛呢，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。那如果说呢，斯瓦扬布呢代表的是古尼泊尔人的一个信仰核心的话嘛，那在东边的呢另外一个叫做博拿佛塔的地方呢，则是藏族人现在他们心中的灵魂之地。怎么说呢？其实自1959年西藏暴动以来呢，就有非常多的藏族人呢，他们翻过的山脉，然后呢来到了尼泊尔这个地方。那大批的藏人呢，最后呢选择在这个博拿佛塔这个地方呢定居，然后呢并且将他们的信仰跟家园一并重建于此。那佛塔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覆钵式的半圆形的佛塔建筑哦，跟前面提到的佛庙一样呢，佛塔上面呢也有象征的佛祖的佛眼，然后呢也有象征着佛祖鼻子的那个尼泊尔式的数字1。这个佛塔内目前安放着呢是释叶佛的遗骨。那释叶佛是谁呢？他其实是过去7佛中的第6佛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代佛。那关于这个佛塔呢，背后有一个充满着机智的一个故事。那这个佛塔的故事呢，被认为呢是过去有一个贫苦的寡妇，有一天呢梦到了佛陀给她一个指示，希望呢要找一个地方呢可以供奉未来的佛祖舍利。于是梦醒之后呢，寡妇呢便找上了国王，便跟国王请求有一块地，然后可以盖一个佛塔。那当时呢，国王其实并不把它当一回事，并且戏谑的告诉了这个寡妇说，如果你能够用1张牛皮画出一块地，那这块地的范围之内呢，都便会给你。那于是呢，这个寡妇非常聪明，她决定呢，把这个牛皮剪成了细丝，然后呢，把它连成一圈，那就获得了一个如今非常大的一个范围了。那最后呢，国王也就只好要就是信守承诺，然后呢，给了他这块地。那最终呢，也如愿以偿的盖了如今这么大的一座佛塔。那这个佛塔呢，还有几个特色是大家来到这边的时候应该都会发现的。
含了在前面的建筑物里面呢有2个非常大的转经轮，那基本上呢真的是很重，所以说其实是需要多人才能够一起转动的哦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就是我们很常可以看到有世界各国的信徒来到这个地方，围着佛塔绕圈，或者是在佛塔的阴影处所打坐。那推荐大家如果来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也能够绕着佛塔，然后祈求都能够健康平安。那另外呢，还推荐大家呢，可以在这附近找一个顶楼咖啡厅，或者说餐厅，在品尝美食之余的时候呢，还能够正对着这个佛塔，会有一瞬间心旷神怡的那种感觉，真的非常的特殊哦。那最后呢，和大家分享几个入境尼泊尔的几个注意事项吧。那首先呢，先来讲一下台湾前去尼泊尔的主要交通的航线有什么。那其实有3种航线，第一种呢就是搭乘国泰航空，然后呢经过香港，然后再到加德满都。另外一种呢则是搭乘泰国航空，然后经过曼谷，最后到加德满都。最后一种呢则是搭中国东方航空，先飞上海和昆明，最后呢再到加德满都。那在价格上呢，中国的这条航线呢，大概在15000左右就可以搞定了。不过它的转机时间非常的长，建议呢有预算上的考量，然后时间上面相对充足的朋友再尝试。那如果是以时间为考量的话嘛，香港路线算是较为省时的，不过它的价格呢就稍微贵一点。一般来说呢，大概要25000以上呢才可以。那泰国航线呢，则是居中啦。这次呢，其实是搭泰国线的，那个人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差，所以说建议大家呢，尽量能避则避。除了飞机有严重的误点之外呢，泰航的反应真的是非常的慢，然后也没有一些相应的补偿，然后泰航的机型呢也非常的老旧。那又因为没有泰航的工作人员在台湾嘛，因此呢，只要遇到这种问题呢，基本上就是仿佛被丢包一样。那还好，当时有另外一家保不便险，才有获得理赔，能够 cover 我在泰国损失的这个住宿。那所以说也诚心建议大家，就是如果呢你有要去尼泊尔旅行的话嘛，一定要保这个旅游不便险。我其实平常出国的时候，基本上常常觉得旅游不便险有点像是盘子，但是呢到尼泊尔去真的非常的需要。我身边有去尼泊尔的朋友呢，基本上都有被严重误点的经验，然后几乎也都是人人有被理赔。所以说去尼泊尔保旅游不便险，某种程度上算是另外一种投资吧。然后另外呢，其实信用卡送的不便险呢，其实倒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。像我这次呢，其实是用国泰的长荣机智无限卡去刷的嘛，那这其实已经是国泰的顶级卡了，但是呢，它不便险所涵盖的范围呢，是不包含从台湾飞出去的那一段的。那所以说呢，像我这一次遇到这个泰航这个严重 delay 的事情呢，它就不会被理赔了。那此外呢，其实在尼泊尔国内的这个交通呢，基本上是一定会误点啦，只是时间长短的一个问题而已。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呢，一定要事先的去投保那个旅游不便险的部分。那另外呢，台湾人要前去尼泊尔呢，除了要事先申请，然后呢，当地的时候可以办落地签之外呢，还要准备一些东西哦，包含了照片，然后呢，你飞过去的机票的票根，千万不要把它遗落在了飞机上哦。还有呢，要事先打印一张入境的许可单，并且要先把它填好。由于呢，尼泊尔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个国家嘛，所以说呢，他们会拒绝在我们的护照上面盖章，而是会选择盖在这张许可单上面。所以说，在整个过海关的旅程里面会稍微比较麻烦一点。最后呢，这个单子呢，在离境的时候还会被收回哦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弄丢了。好啦，那这是第一集呢关于尼泊尔的故事篇章。下一集呢，我将带大家去加德满都最知名的建筑群王宫广场，那并且呢为大家介绍尼泊尔最知名的火女神的这个故事。那如果说你也不希望错过接下来的旅游冒险影片的话嘛呢，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。然后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。那更多的知性影片呢都在吉米的频道。让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